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严医师，在台北行医也有近40年了。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想起许多个这样的夜晚，急诊室打来电话，说有病人牙龈爆血止不住，或是半边脸肿的像发酵的馒头。而这些悲剧的起点，往往只是一顿看似无害的睡前点心。上个月呢，一位30出头的科技业主管林先生被担架抬进来，他左脸肿的眼睛只剩一条缝，高烧40度，诊断是路德维希咽峡炎，一种会压迫气管，导致窒息死亡的严重感染。细菌从一颗蛀空的臼齿钻进了深层组织，在他的颈部疯狂繁殖。他在加护病房住了1周，经历了3次紧急手术，才勉强捡回一条命。拆线那天，他虚弱地靠在病床上，用沙哑的声音问我：“严大夫，我不过是睡前爱喝杯能量饮料提神，怎么就差点没命了？”我看着他苍白的脸，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自认没那么倒霉的现代人，他们在每个深夜用各种看似无害的饮食习惯，一点一点地蚕食自己的健康防线。第1章，口腔的静默叛变，为什么是睡前？各位，我们的嘴巴不是24小时便利商店，白天唾液是尽责的巡逻队，每分钟流动 0.3 到 0.4毫升，不断冲走食物残渣、中和酸性物质。我们说话、吃饭、喝水，这些动作都在帮助唾液履行它的清洁使命。但当你入睡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唾液分泌会锐减至每分钟 0.1 毫升以下，几乎完全停摆。此时的口腔就像一座关了灯、撤了保安的博物馆。任何你睡前吃进去的东西，特别是糖分与碳水化合物，都会成为细菌的狂欢盛宴。这些细菌的工作效率极高，它们在短短20分钟内就能将糖分解成酸，这些酸会直接腐蚀牙釉质。白天，唾液能快速中和这些酸性攻击，但在深夜，这些酸却能整夜浸泡你的牙齿，腐蚀时间长达6到8小时。这不是简单刷个牙就能解决的问题。牙菌斑是一种粘性极强的生物膜，就像强力胶一样，牢牢附着在牙齿表面。睡前进食等于给这层胶膜补充了源源不绝的弹药，让细菌能够在无人看守的环境中肆意破坏。记得有位年轻的女患者打电话到诊所，声音里满是焦虑：“医生，我睡前都会吃点水果优格，刷完牙才睡，但最近牙齿酸软，照镜子发现牙龈边缘好像有点透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告诉她，你自以为的健康习惯正在让牙齿泡在慢性酸液里，优格里的乳酸菌和水果的糖分在深夜形成了双重腐蚀，你的牙齿正在无声无息地溶解。这就是典型的静默叛变，在当事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健康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侵蚀。第2章，化粪池的医学真相，从口臭到败血症。我之所以用这个词语，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反而呢，是一个相当精准的医学比喻。在我们的口腔里居住着超过700种细菌，当食物残渣，特别是蛋白质类的食物滞留在口腔时，厌氧菌就会开始活跃地将其分解，产生2种可怕的物质，一是挥发性硫化物，闻起来像臭鸡蛋，腐败内脏，这就是口臭的主要来源；二是尸胺与腐胺，大家光听名字就知道其毒性有多强。这些物质不仅造成令人尴尬的口臭，更会持续刺激牙龈，引发炎症反应。初期是牙龈炎，表现为刷牙时出血，如果不及时干预，就会进展为牙周炎，出现牙龈萎缩、牙槽骨破坏等不可逆的损伤。但危害远不止于此，这些细菌与其毒素不会永远安分待在牙龈沟里，它们会顺住牙龈下的微血管网，进入血液循环，
引发全身性的菌血症。对健康人来说，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发热，但对免疫力低下者，或是当细菌毒性特别强时，就会酿成大祸。林先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。他睡前喝的高酸性能量饮料，先是腐蚀了珐琅质，造成蛀牙，蛀洞成为细菌的坚固堡垒；牙周发炎则成为细菌进入血液的快速通道，最终引发颈部深层感染，离大血管和气管仅一步之遥。败血症不是遥远的医学名词。我在查房时对实习医生们解释，当细菌在血液里大量繁殖，身体启动全身性发炎反应，血压骤降，器官缺氧，那就是我们说的败血性休克。林先生被送来时，收缩压已经掉到70毫米汞柱，再晚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第三部分，我要引用一段真实的对话，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。在林先生住院期间，护士转达了他的疑问。严医师，他问，是不是以后连晚餐都不能吃了？我藉此机会向各位说明，当然不是，关键在于睡前与清洁的时间差。理想的状况是，晚餐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，这样能让口腔有最后一次自我清洁的机会。而真正的杀手是那些刷完牙躺在床上又塞进嘴里的东西。让我再分享一个令人痛心的病例。王妈妈60岁，长期睡前喝一杯自认为养生的蜂蜜柠檬水，20年如一日。她来看我时，满口牙齿，从牙颈部大面积蛀时，像被虫蛀空的老树桩，修复起来极其困难。王妈妈困惑地问，医生啊，我很养生啊，柠檬能美白，蜂蜜能通便，怎么牙齿会变成这样？我耐心解释，王妈妈，您这不是在养生，而是在用慢性酸液给牙齿泡澡。柠檬的 pH 值约 2.5， 比醋还酸，蜂蜜是高浓度果糖，在没有唾液保护的夜晚，它们就是最强的腐蚀剂。王妈妈喃喃自语，我还以为睡前喝，吸收最好。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我的诊间上演。我们太过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，却完全忽略了它对口腔的物理性与化学性伤害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伤害是静默累积的。当你终于感觉到疼痛，看到明显缺损时，往往已经为时已晚。今夜就说到这里，在下篇我将详细拆解那些披住羊皮的狼，那些看似无害的睡前食物，其实是牙齿的隐形杀手。我们又该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睡前防卫机制？请别走开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我们稍后继续。许多听众来信询问，医师，难道睡前饿了就只能忍着吗？喝完牛奶真的不能立刻刷牙吗？今天呢，我将以40年行医所见，结合最新医学研究，为您绘制一张实用的口腔夜间防卫地图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讲讲餐桌上的卧底，就是那些你意想不到的伤齿食物。除了众所周知的糖果、汽水之外，许多打着健康旗号的食品，在深夜时分会露出它们狰狞的一面。首先是养生刺客阵营，包括柠檬水、醋饮、水果钳等，这些食物要特别警惕。比如水果钳，像蔓越莓钳、芒果钳，虽然源自天然水果，但制作过程中糖分浓缩度高达 60% 到 70%， 而且粘性极强，会像水泥一样填满牙缝，整夜喂养细菌。很多人以为水果钳是健康零食，睡前吃几颗无妨，这正是最危险的误解。其次是营养陷阱，牛奶、优格、燕麦饮等都属于这一类。它们确实含有丰富营养，但同时也含有乳糖。我曾接诊一位7岁的孩子，满口蛀牙，他的母亲百思不解，他从来不吃糖，只是睡前要喝杯牛奶才能入睡。
我不得不告诉他，那杯牛奶中的糖分正整夜粘附在孩子牙齿表面，成为细菌的盛宴。最后是隐形杀手，洋芋片、苏打饼、爆米花等淀粉类零食，这些食物在口腔中会迅速被唾液酶分解成麦芽糖。更可怕的是，它们的碎屑容易卡在后牙的沟隙和牙缝中，极难清洁，是牙菌斑最爱的持久性能源。很多人看电视时不知不觉吃下一整包，刷牙时又未能彻底清除，后患无穷。就在昨天，一位年轻男性患者焦急的来电，我昨晚加班吃了宵夜，吃完太累直接睡了。今天早上牙龈肿了个包，按下去还有脓流出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他，你现在遇到的是急性牙龈脓肿，细菌在食物残渣里狂欢了一整夜，终于引爆了感染。现在立刻用温盐水轻轻漱口，切记不要挤压，并尽快安排时间来诊所。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，你的口腔防线已经被深夜的饮食习惯攻破了。第5部分，讲一下老医师的夜间护齿守则，也就是睡前3小时的黄金定律。经过数十年临床观察，我总结出3条简单易行的夜间护齿守则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习惯。第1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睡前3小时除了水不进食，这是必须坚守的铁律，确保在唾液下班前完成所有的消化清洁工作。如果实在饥饿难忍，可以选择在睡前2小时喝1小杯清水，但绝对不能进食。第2条，饮品顺序的智慧。如果非得在睡前饮用酸性饮料如果汁、醋饮，请务必在最后用清水或无糖茶漱口，并在喝完后至少等30分钟再刷牙。这是因为酸性物质会软化牙釉质，立即刷牙等于用牙刷将酸液打磨到牙齿的每个角落，反而加速磨损。第3条，终极清洁仪式。睡前刷牙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必须做到彻底清洁。首先要用牙线仔细清除牙刷够不到的牙缝垃圾场，接着用牙刷以背式刷牙法轻轻按摩牙龈与牙齿交界处，确保每个牙面都清洁到位。最后可以选择使用不含酒精的漱口水作为最后的清洁巡逻队。很多病人对我说，严医师，我用牙线会流血，所以不敢用。我总是告诉他们，那是因为你牙线用的太少，发炎的牙龈才会一碰就出血。只要坚持正确清洁1至2周，流血现象自然会停止，这正是牙龈恢复健康的信号。第6章节，一个病例，一种人生，习惯如何重塑我们的健康。在我漫长的行医生涯中，有一位病人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70岁的张爷爷来诊所配置全口假牙。当我为他取模时，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他40岁时意气风发的模样，露着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。张爷爷眼眶泛泪地说，严医师，我这口牙就是年轻时跑船，每天晚上嚼槟榔、抽烟提神，熬夜不刷牙，硬生生毁掉的。现在孙子想让我亲一口，我都怕胡渣扎到他，更别说我这一嘴假牙的味道。那一刻，诊间里安静无声。他的故事比任何医学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。他的牙齿是被无数个无所谓的夜晚一砖一瓦的摧毁的，这种遗憾是任何先进的牙科技术都无法完全弥补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，夜间的修行，为健康守夜。它存在于每一个日常的选择里，选择清水而不是汽水，选择牙线而不是牙签，选择早一点吃晚餐，选择在刷完牙后不再开启那扇诱人的冰箱门。我今年68岁了，依然保留着所有的真牙。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基因特别好，
而是我40多年来始终恪守着今晚告诉大家的每一个原则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坚持下去却需要相当的决心和毅力。保护牙齿不仅是为了咀嚼美食，更是为了维护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尊严、自信和生活品质。它关乎你能否在晚年时还能对子孙露出一个毫无顾忌的温暖的笑容，关乎你能否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享受食物带来的美好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守夜人，在每一个宁静的夜晚，为自己的身体筑起一道坚固而可靠的防线。